好，咱们今天还是画一幅这个4尺3开的，好吧？还是画一个4尺3开的作品。我今天找了几朵这个黄色的牡丹。我们还是一样找到中线的位置，4尺3开啊，4尺3开。我们在这个前面还是在前面画一点山石啊，在中线朝下的位置啊，中线朝下的位置画一点这个石头什么的，画一点什么石头。那这个石头我们可以画扁一点的这种石头啊，好，画扁一点的石头。那扁一点的石头也可以有孔，然后石头后面我们从后面长出这个花，这一朵上下面一朵。上面一朵，下面一朵啊。然后出枝的话，我们要看情况，是从这里出还是从这里出。那我们先定在这里出哈，先定在这里出。然后这下面有叶子，这里也会有一组这个跳出来的叶子，这边也加一些叶子。好，大概这样子一个构图。下面的地方可以加一些什么小嫩芽之类的啊，待会儿最后我们画的时候再看情况啊。大概先就决定这样子一个构图，那我们画的时候再根据我们的画面再去推进式的去构思。好，来我们找了这个黄色的花，来可以截一下屏啊，黄色的这一朵，大家看到这朵花是什么颜色呢？来，所有家人们一起来分解一下颜色。那我们的底色，这一朵花还是要用一点底色，但是底色可以调稀一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底色还是调这个太白加3绿加胭脂。那这朵花我们可以用这个藤黄也可以用一点柠檬黄就不用了吧，就用藤黄吧。藤黄、鹅黄、赭石、橄榄绿、赭石、橄榄绿，看一下还要不要用一点更深一点的颜色。那辅助颜色我们可以用一点点焦茶，好，我们先就决定这么多颜色啊，然后我们后面再要加什么颜色，我们到后面再来看情况啊。好，太白、3绿、胭脂，然后这个藤黄、鹅黄、赭石、焦茶、橄榄绿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这些颜色啊，把这些我们要用的颜色先找出来。那我们先来调底色。今天这个底色可以调稀一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调稀一点，不用调太干。好，我们这个底色感觉还是干了一点，我们再加一点水啊。
因为我们这个黄色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黄色它是偏深一点的颜色，偏深一点的颜色，我们把这个底色调稀一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调稀一点，因为花的颜色比较深，我们的底色一定要稀一点，这样子颜色才能调得深的下去。如果说我们的底色太干了，就是比上很多的这个白粉的话，我们的这个颜色没有办法调深下去。好，感觉这个3绿还不是很够，我们再加一点3绿进来。把这个我到现场看有一个问题哈，就是没有在参加过面授的朋友，你们调底色要把这个3绿和胭脂再多加一点，因为你们在直播间可能看着它比较淡一点。来，我们把今天要画的这朵花的颜色给放出来。咱们今天画的这朵花要用的这个颜色有这个，每一步咱们都是仔仔细细的在这里整个流程。好，来一点焦茶。焦茶的话，可能折射焦茶可能只是在底下下面的花瓣啊，或者是补充正瓣的时候会用到一点点，用不太多啊，用不太多。哎呀，这个新的颜料刚开始就是里面会有很多油。我们先来调一下颜色，来试一下颜色。来，我们先调这个藤黄。先调藤黄，薄薄的，可以厚一点哈，可以调多一点这个颜色，因为这朵花的颜色它是比较深一点，所以我们把颜色，通常我们以前要画浅色都是薄薄的一层，那么这个颜色我们可以不薄薄的一层啊，可以稍微调厚一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可以稍微调厚一点。好，看一下这个颜色啊，这颜色我是没有调均匀，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里，就是我在调色的时候，就是水分多的时候，它也会调的不均匀，所以还是要调久一点啊，调久一点，一定要调久一点。你看这样子再调久一点，它就会均匀哈。所有家人们，我们在调色的时候一定要慢下来，把每一个颜色都调均匀，好不好？颜色调均匀了，咱们画的这个花最终呈现的出来这个效果才会更滋润、更美。好，这个时候水分多了，你可以手上准备一张纸，随时的去沾掉一点这个笔上多余的水分啊。好，再补充一点颜色，补充一点藤黄、鹅黄，还有这个橄榄绿。好，慢一点哈。好，这个颜色，现在这个颜色就很均匀了啊。现在这个颜色像吗？好看吗？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画这个颜色的这个有一个诀窍啊，就是我们把底色调绿一点哈，把底色调绿一点，因为这个藤黄，你看一下这个藤黄它本身跟这个颜色跟这个黄色它是有点不像的。如果我们把底色调稍微绿一点，它就会偏绿黄一点点，就跟它本身这个颜色就更像一点。所以我刚刚说又加了3绿，就把这个底色你看一下，今天咱们这个底色
看到了吗？这个底色是偏绿一点，看到没有，亲爱的家人们？这是小的细节，因为咱们这朵花，你看到它的颜色有一点黄绿的感觉，它没有很正黄，好像感觉有点绿的感觉，所以把底色调绿一点啊。那我现在把这一朵花放到边上吧。好，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创作了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咱们一起开始我们今天的创作。好，我们这一幅的话也是啊，是我刚刚跟大家讲了有一个山石，那我们先把这个山石画出来好不好？好，先来一点点墨，少少的这个墨啊，这个盘子只有一点点墨，淡淡的墨，我们先把这个石头，这种石头也画一个孔，再倒一点点墨啊，这个墨让它有深浅变化。好，蘸一点浓墨啊，蘸一点稍微浓一点的墨。看一下这个石头大概画在哪个地方啊？画的这么高就行了啊，画这么高。可以用干一点的笔，不要太多水分，把这个水分吸掉，不然水分太多了，咱们画出来这个线条会太粗了。因为刚开始画小一点点啊，刚开始把这个线条画小一点，后面我们慢慢再去刻画它。好，我们画这种石头有各种各样的啊。那今天这个就不是那个太湖石了，咱们今天画的就不画这个太湖石了，画这种岩石的这种感觉，它有点像那个岩石的这种感觉。好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加一点点水，慢慢的去染出它的石头的一些纹路出来。好，画这种岩石的这种感觉，它有点像这个岩石这种横向的。好，画出一些宽窄的这种有变化的这些纹路出来，纹路自己编哈，有暗部也有亮部。
用这个笔器抻擦出它的这个，就用这个笔器抻擦出它的纹路出来。好，这种岩石的这种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这个岩石的感觉出来了。好，这个边缘我们待会儿再去整理吧。我们大概先这样子啊，边缘我们待会儿再需要去整理的话，我们再去整理。好，用这个笔一定要干一点哈，笔不要太湿了，干一点我们就这样去抻擦出它的纹路啊，用这个干的笔去抻擦。你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笔是很干的，蘸一点点颜料，蘸一点点墨，然后慢慢的去抻擦，慢慢去抻擦，就不要太着急，你一下子蘸很多的这个颜料，蘸很多颜料了，画出来这种感觉，它就是被水就是晕开了，哎，也不能太干了，这一下有点太干，我加一点点水，加一丁点水哈，加一丁点水。来抻擦出它的这个纹路来啊，有没有这个石头的感觉？石头感觉是不是慢慢有一点出来了？有没有出来这个石头的感觉，亲爱的家人们？有是吧？有就好啊，就不要我们画石头，本来想画石头就这个画的像是这个画像什么？画石头最起码让它有一点点，多多少少有一点像石头啊。怎么样让它有一点像石头才行？好，用这个干笔啊，一点点颜料的往上加，一点点颜料往上加。好，不要都是直线啊，我们有一点有的时候可以抻擦的往上一点的这个纹路，不一样的纹路，不要全部都是这种平的。笔上太干了，你就用笔尖去蘸一下水就可以了。好，抻擦出一些不一样的纹路出来啊。就是底下不要全部都是这个直纹，我们上面来一点这种斜纹上来，斜着上来的这种纹路。好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就加一丁点水啊，加一丁点水。好，就到这儿吧。好，这一块也是抻出来啊，抻擦。哎，这个石头就基本上差不多，我们再来整理一下，再整理一下。
还有些地方我们深的再加深一点点啊，再把有一些地方再淡淡的，不要一下子用很浓的墨。好，也是来淡淡的啊，淡淡的。慢慢的这个深浅变化。像这种这种层次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加深一点点。比如说像这些有层次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再加深一点点啊。因为它干了之后还会变淡，所以我们尽量把它再加深一点。因为这个时候是湿的，它可以有一点点晕开的这种感觉，非常好。好，这些地方可以加深一点啊。好，基本上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再加一些这个什么抬点之类的啊，把这个上面的地方再整理一下。这个地方刚刚我们画的很淡，因为我们刚开始不知道这个形状啊，就是形状还没有定好，就是大概的形状。那我们现在定好这个石头形状，我们可以用一点点，也是干笔哈，散的这个锋去加一点点浓的墨，稍微整理一下这个外形啊，加一点点浓一点的墨，稍微的去整理一下这个外形，然后可以加一些这种点什么的啊。哎，这个笔太散了啊！我们画石头，先勾它的形状，然后再撑出它的纹路，然后再点和软啊，点软。这个里面的石头的颜色，我们需要软的话，我们可以软，然后需要点上一些这些什么抬点啊，或者是什么的，可以点啊。然后这些地方也可以点一些，不用点太多了，不用点的太花了。比如这下面也可以点一些啊，好，不要点太多就可以了，就点这么多就行了，不用太多了啊。好，我们这个石头就这样子啊，石头就这样子。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要画一些不同的石头，各种各样的石头都可以尝试，可以画一下。那今天咱们画的这个就不是太湖石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咱们画的就是这个啥石头呢？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石头。好了，我们开始画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花了。花就在这个左上的这个地方啊，左上的第一朵花，第一朵花就靠着这个左边这个边去画，靠着这个边去画。好，第一朵花画在这里啊。花的话不要画太大了。如果画太大，可能我们就只能画下一朵了。我现在构图是构的是2朵，那待会儿我们要看情况歪了。待会儿我们看情况啊，就是如果画得下2朵，咱们就画2朵；画不下2朵就画1朵好了。如果说我们亲爱的家人们，你们注意一下，你们画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这个底色沉淀了。你们要把它摇一下啊！有的时候你们可能没有注意，底色沉淀了都不知道。好，加了底色之后，我们再重新调调藤黄，调一点点鹅黄哈，调一点点鹅黄少一点点，然后调一丁点这个橄榄绿啊，橄榄绿也是一丁点就可以了。啊，我们在这里画这个第一朵花，我们开始了啊，开始画我们的今天的第一朵花。感觉可以加一点鹅黄啊，再多加一点鹅黄，颜色稍微的平了一点点啊，加一点鹅黄，然后可以加一丁点这个赭石，加一丁点这个赭石，这样子颜色会更加有层次一点吧。让颜色更加有层次一点，还是可以加一点点橄榄绿，加一点点赭石哈，加一点点赭石，亲爱的家人们，笔尖上是去加了一点点赭石进来。好，这个我们现在画的是花心的位置啊，大概我们定一下花心的位置。定了花心的位置，然后我们其他的花瓣就沿着这个花心
沿着这个花心去慢慢的去展开。好，补充一点点这个鹅黄，补充一点点这个赭石。好，再来笔尖上再来补充一点点赭石哈。有的时候我只说了，没有在镜头上去，但是你们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哈，自己知道。好，这些花瓣这样包起来啊，包起来的花瓣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啊，补充一点鹅黄，补充一点点赭石，稍微笔尖上有一点赭石，让它更加有层次一些，好不好？好，这里有这个小小的这个层次，看到花瓣里面有大小的这种变化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赭石哈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啊。笔上还没有干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调颜色啊。如果笔上干了，我们就要去补充底色，调一丁点这个橄榄绿，让它这个绿里面偏一点点绿，让这个黄啊，我说错了，让这个黄里面啊，让咱们这个黄里面偏一点点绿色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个花瓣啊，这个花瓣又是比较大的一个花瓣。好，让它这样包过来哈，让它包过来。感觉颜色的层次少了一点点啊。这一笔的话，颜色笔尖上没有深色。如果笔尖上没有深色，它的层次就没那么明显。我们笔上一定要有深色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藤黄、鹅黄，补颜色啊，补少一点点，不要一下子太多。我们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哈，就是我们所有家人们调色很容易就调的很少哈，颜色特别少。就是我们颜色还是要调多一点啊，调饱满一些。亲爱的家人们，你们在调色过程中要调饱满一些。就是因为我到现场看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家普遍调色都调的比较少，就是颜色挤出来颜色都很少。好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。现在笔上干了啊，干了，我们补充一点底色。尽量每次补充底色的时候，你们去把它摇一下，因为这个颜色它就是会沉淀啊。好，补充了底色之后，继续先调藤黄，然后调一点点鹅黄。加一丁点橄榄绿啊，橄榄绿加一丁点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了啊，太多橄榄绿它就变绿了，要一点点橄榄绿，就是黄中透一点点绿的这种感觉哈。好，这个后面再来一个，这个感觉是一个卷起来的这种花瓣。我们这后面还可以再来一层，让它的层次显得更多一点点。好，后面来一个再小一点点的啊。好，小一点点，让它层次更丰富一些。好，这样子这些花瓣都是包过来的啊，它有一点点，稍微有一点点侧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橄榄绿，补充一点点这个赭石哈，赭石只能补一点点。这两个花瓣有一点齐，我们从这里再出来一个小小的包过来。好，那我们这一边的已经画了这么多了，已经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接下来再画这两边的中间的。那我们在这个是属于一个包菜型的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
好，我们这边的这个花瓣是画的很瘦，就是你看它的这种瘦和这种宽，也要形成一个这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关系。好，补充一点颜色哈，不停的要去补充一点颜色，要保持这个笔尖上要有一点深色啊。好，这里这么多这个很小的，我们这里也可以画，补充一个宽一点啊，偶尔窄中有宽，宽中有窄的这种花瓣啊。好，这个花瓣就比较宽一点。来，这里你看这些就很窄，很窄，很窄，很窄的和宽的、大的、小的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关系。我们画画就是在画什么？在画的就是画这个对比关系啊。我们就是在画这个对比关系。来，再补充一点颜色。你看包菜形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反瓣，我们现在画的都是这个反瓣啊，都是画的这个反瓣。它的反瓣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反瓣呢，它都会有一些不一样哈，有一些大小的这种变化在。好，我们这下面这个花瓣让它包过来哈，这个花瓣可以大一点，这样子一笔慢慢的推下去啊，这样笔尖带一点勾，按下去，这个它的这个边缘的这个不规则边缘，就是我们的提按的这种动作。我们按下去提起来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它就会形成这一种不规则的大小的这种边缘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把这个花瓣画得太圆了，就是没有变化，它就不好看。来，先调这个藤黄，调一点鹅黄，调一点鹅黄，调一点这个橄榄绿。好，里面再来哈，里面再来一些层次。笔尖再来补充啊，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这个深色。来，笔尖要补充一点点啊，补充一点点。现在我们画的就是搭架子哈，画的这个包菜，我们先搭好架子，搭好架子，后面这朵花我们就去补充正瓣，去填上它的花瓣啊，这一朵花就可以了。所以包菜形只要你理解，所以我们画画也是一样啊，需要理解式的去画，理解式的去画，你就会觉得它特别简单。所以我们所有家人们刚开始学习的朋友，一定要去把基础课认真的看啊，每一节课都认真的学，把基础打好了，你会觉得啊，原来就这个花是这么来的，原来这个花就这么简单，这么好画。我们很多家人们刚开始学习也是啊，就觉得哎呀基础这个花就觉得哎不是太难哈，我们这个基础也懒得看哦，直接就画作品。那当你画作品的时候，发现哎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，有一定的难度，就是感觉怎么还是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画好，那说明还是这个基础没有打好。所以基础特别重要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这个架子基本上搭的就差不多，我们再跳出几个花瓣，这个架子就可以了。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跳出一点点哈，跳出一点点反瓣。好，这里跳出一个反瓣，然后这个下面这里哈，下面这里也可以，这里也可以跳出一个反瓣啊。来，这样子就可以了啊，一边跳出来一个，基本上这个形状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可以
补充。现在我们可以来下一步，下一步就是第一步把这个花的架子搭好，然后第二步我们就补充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补充里面的正瓣啊，补充里面的正瓣。好，我们来补充里面的正瓣。那补充正瓣的时候，我们颜色要稍微调深一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但是笔肚里面的这个水分还是够，要够啊。如果太干了，我们也是调不动。来，稍微加一点底色，这个底色是比较稀一点，所以直接加底色。如果底色太干的话，你加底就调不深；底色太干了，你就可以加水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多调一点颜色。现在这个藤黄可以调多一点啊，颜色都调多一点，鹅黄也调多一点哈。这个时候鹅黄也调多一点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不调橄榄绿啊，也可以调一点也没有关系。你想偏绿一点就调一点橄榄绿，你想偏黄一点啊，偏黄一点就多调一点这个鹅黄，多调点鹅黄。然后笔尖还是一样哈，笔尖调一点点这个赭石。笔尖调一点赭石，这样颜色才深下去啊。然后最深的地方可以加一点点焦茶哈，加一丁点这个焦茶，就像比如说这个花的心的这个地方哈，这个地方可能要很深的，那你就可以加一点点焦茶进来。因为有的时候赭石都没有办法太深，深不下去的时候。可以加一点点啊，加一点点焦茶。好，来补充正瓣啊。好，不停的要去加颜色啊。笔尖上你要是没有深色，你就层次出不来，所有颜色就混到一起了。就看不出层次了。哎，这里有一根毛要掉出来，把它拔了。好，这个深色的地方要深下去啊。好，再来沾一点点啊。所以补充这个正瓣，有的时候只能小心翼翼的，你没有办法大笔一挥的时候，你就能小心翼翼。就是我们补充外围的花瓣，我们可以放开来，把这个笔翻开来，但是里面的这些小的这个小的缝隙里面补充这个正瓣，我们就得要小心一点啊。来，先把这个缝隙里面的这个正瓣先补上，用最深的颜色。好，可以多一点鹅黄也行哈，多一点鹅黄和赭石，颜色一定要画出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色。所以调色仔细的去看一下调色问题解答，那个调色问题解答就对调色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讲解。我们初学的朋友，把这个调色问题解答的那几节课反复的多看几遍啊。反复的多看几遍，这里这个颜色有深浅变化就可以了，不用说把每一个花瓣啊，我这个正反瓣我都要看得清清楚楚，不需要的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就是要让它有一点朦胧的这种感觉，分不清楚哪个花瓣是哪个花瓣就可以啊，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说，诶，我要把正反瓣啊，哪个是正瓣，哪个是上面的反瓣，我要把它每一个花瓣我们都要分得清清楚楚，不需要啊，就让它有一点这种朦胧的这种感觉就挺好的，这样子层次就出来了，看到了吗？现在看到有层次了吗？亲爱的家人们，有没有看到层次？是不是层次已经出来了？家人们，你们想绿一点，咱们就加一点橄榄绿啊；想绿一点就加一点橄榄绿。
就笔尖蘸橄榄绿，你想黄一点就加这个鹅黄和这个赭石。那你想绿一点，你就加橄榄绿和焦茶，它就会偏绿一点。焦茶它也是偏绿一点的颜色。好，来蘸一点这个橄榄绿啊，蘸橄榄绿，笔尖蘸一丁点这个焦茶，笔尖蘸一丁点焦茶，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补充一个大一点的花瓣出来。就因为这么多小的花瓣，偶尔可以来一个稍微宽一点啊，稍微大一点的花瓣出来。好，这个你看蘸了橄榄绿和焦茶，它的颜色它又会有一点点区别哈，有一点区别。藤黄，然后橄榄绿蘸橄榄绿，它就偏橄榄绿和焦茶，它就偏绿一点点。就我们上面这一块可以偏绿一点，下面偏黄一点啊，让它分两节不同的这个颜色的色调出来。来，橄榄绿还有焦茶。就是你看这种颜色，你调哪种颜色，它会有一点点这个区别的。好，这是花心的地方，花心的地方我们可以颜色调深一点啊，挨着花心近一点的这个花瓣，咱们把这个颜色调深一点。这个是内瓣。好，这个里面可以多来一点点这个赭石，这一块可以多来一点赭石。这离的花心近的地方颜色是最深的。好，这个花心我们待会儿留着，待会儿，或者是我们现在也可以把花心这里加上去啊，加最深的颜色，可以加一点点红色进来，可以加一点点胭脂。可以来一点点胭脂啊，我们加一点点胭脂进来啊，把这个心这里让它更深一点。好，我们再来笔上加一点底色，继续来调色，继续调色。先调这个藤黄，鹅黄。那我们看一下补充哪里的。补充上面还是下面啊？补充上面的我们就调橄榄绿，好不好？我们上面我们就加橄榄绿，让上面和下面的这个颜色稍微有一点区别哈。这个地方加橄榄绿，加一点点焦茶，因为加点焦茶才会深。把花心这个深色给画上去啊。好，把这个正瓣补上啊，侧锋行笔补充这个正瓣。来，再来一点点这个焦茶和这个橄榄绿和焦茶。好，这一个也是一个小小的，我们让它包过来啊，包到前面，后面这个花瓣包到前面这个花瓣来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补充后面的这个花瓣啊，一个个的来补上它的正瓣。我们先开始搭架子，就是画的反瓣，然后后面再补正瓣。其实一朵包菜型的，只要咱们按照我的教你们的方法去画，都很简单。来，好，补充颜色啊，先调这个藤黄，再调一点鹅黄，然后橄榄绿啊，
橄榄绿。你看我们调色的时候要大胆调。我发现我在现场看见大家调色就是这样子，不敢调开，慢慢的一点点的调。你看我的笔是这样子贴着盘子，就让调开哈，就让大胆一点的去调，这样颜色会调得更开、更均匀，会调得更上一些。如果说你笔尖总是笔尖少少的动，不敢大动的话，就是你的动作太这个什么。没放开的时候，你这个颜色总是上不到笔肚上去哦。就是我们要放开一点啊！你看这个笔是贴着这个盘子，然后放开一点，这个动作稍微幅度稍微大一点点啊，颜色才调得更加好，更加均匀一点点。好，然后调一点点这个焦茶，调点焦茶。好，来这里补充了它的正半啊，补充了正半。好，我们这个上面这个花瓣，我们前面颜色调少一点，不要调太多颜色。我们调一点这个橄榄绿，焦茶我们都不用调了啊，焦茶都不用调，因为这个是画上面这一个花瓣，颜色我们稍微的浅一点点啊。来，橄榄绿没有了，我们再加一点橄榄绿。好，再走过来，走过来，走过来，走过来。好，这个花瓣让它很大，让它包过来。看一下它的形状和姿态。这里有点平，有点平，我们把这里加宽一点啊。好，然后我们回一下笔啊，回一下笔，整理一下这个根部的这里。好，这一个大花瓣啊，然后这个地方这个缺口这里都可以回一下笔，缺口这里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个褶皱的这种感觉。像这些缺口里面，笔上有颜色也可以回一下笔，都可以回一下笔。好，一个大花瓣啊，大花瓣它的颜色是稍微有一丁点这个区别的，就是慢慢的在渐变啊。好，现在笔上有点干，我们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在哪里。我们先把这个有反瓣的这个花瓣先把它补上，然后我们再待会儿看整体的花型，看整体的花型哪里需要去补花瓣，我们再去补，好不好？
好，来调藤黄，调藤黄，调这个鹅黄。我们底下这个花瓣颜色可以再深一点啊，鹅黄可以调多一点啊，鹅黄调多一点，调一点橄榄绿，调一点橄榄绿。你看，我们中间可以偏黄一点，我们到边上都可以偏绿一点。那这个时候本身可以调焦茶，也可以调点焦茶，也可以调点这个赭石，也可以调点焦茶进来，让底下这个花瓣更深一些哈，让这个底下就是稍微偏下一点，这个花瓣就颜色更深一些。好，这样推过来，推过来，走走走。好，然后边缘这里再整理一下。边缘这里稍微整理一下。好，这一个花瓣画好之后，这个花瓣颜色是偏深了一点点，偏深了一点。后面感觉这里还要再加一个花瓣才好看，这里再加一个啊。那我们画这个大花瓣，一个大花瓣画下去，我们笔上的颜色基本上是没有了，底色基本上是没有，我们又要补充一点底色了，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补充了底色之后，先调这个藤黄，先调藤黄。好，我们调藤黄、鹅黄，还有这个橄榄绿，然后还要调这个焦茶。花瓣里面，因为外围的花瓣一定要小心哈，外围的花瓣一定要小心，我们一定要画出它的这个大小、这个形状，一定要细心一点。因为我们里面的花瓣没关系，但是我们调整这个外围的花瓣啊，外围的花瓣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因为它关乎到一个外形，整朵花的一个外形非常重要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花瓣之后，我们再看一下后面这个花瓣，我们该怎么去补充。来调一点这个藤黄，调这个鹅黄，调一点橄榄绿。这个时候我们颜色可以调少一点点哈，不要调那么多，调一点点焦茶，调一点点焦茶。后面这个花瓣颜色可以少一点点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花瓣安排在哪里，画多大好，先画啊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颜色，补充一点焦茶，补充一点点
补充一点橄榄绿，补充一点焦茶。好，看一下这里还要不要加花瓣啊？咱们看一下这里还要不要加花瓣？其实这里就这样子，不加也行哈，不加也行，不加也行。还再加一个吧，再加一个。来，再补充一点底色，补充一点底色。调一点藤黄，调一点橄榄绿。好，让这里叠加一个啊，让它后面叠加一个花瓣。好，这里干脆这个角把它封掉，不用它那个角出来。好，就这样吧，或者这个花瓣再大一点点。来回一下笔，缺口的地方回一下笔。水分有一点点大，所以回笔的时候有点晕了。好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可以了。然后这上面看一下要不要补一点点啊，补一丁点，补一丁点这个碎花瓣在这里。好，然后这个地方需不需要补？不补了，就这样哈，这朵花基本上就可以了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把花心这一部分再把它加起来啊，花心这一部分加更深的颜色，我们直接用这个把这个最深的这个赭石焦茶，还有这个胭脂，你看，加点胭脂进来。好，加胭脂进来画这个花心。好，多调一点哈，深一点。好，这个最深的地方我们也稍微去整理一下，加一点点胭脂进来，让这个最深的地方更深一点，会显得更加有层次一点。好，胭脂不够的话再加一点。好，这个是花心啊。好，这个是花心，花心我们用胭脂。我看一下这个画面啊，这个画面是不是画一朵花就够了？我看一下，整体看一下画面，2朵没问题啊，2朵没问题，我们就画2朵了，再来一个半朵。
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能画2朵，咱们就再画1朵，在这里再来画半朵，好不好？还是一样，我们要用到这个底色。底色的话，再搅一下啊，搅一下这个底色，还是前面的这个底色啊，搅一下底色，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好，我们来画一个半朵的花头，这个花头有23，画一个半开的啊，画一朵半开的。好，沾藤黄。好，画层次。好，这颜色慢慢的比较深一点啊。好，包起来啊，画一个半开的。好，包起来啊，蘸一点深色，蘸一点点焦茶，蘸一点橄榄绿什么的都行。好，蘸点。好，这一个半开的哈，一个半开的花苞，我们把它包起来。然后我们画中间的楔儿，画中间的楔的时候，颜色可以更深一点。好，我们先调藤黄。
好，咱们这个花苞，好，这里再加一些花瓣啊。看一下还要不要有一些跳出来的花瓣，这里要不要加一个花瓣啊？这里可以出来一个花瓣，跳出来一个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整体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嫩枝干先画了。好像赭石颜色和这个比较搭配，感觉这赭石是可以的嘞。赭石的叶子啊，赭石的叶子可以尝试一下啊。好，来，我们先调点三绿，调藤黄，来先画，调一点这个胭脂来画，先画一个嫩枝干出来。嫩枝干从这里出来啊。好，先画一些这个嫩枝干出来啊。好，这里出来一只。好，三绿藤黄，还有这个胭脂，画出这个嫩枝干。哎，这两个有点平行哈，待会儿我们要再均衡一下，待会儿我们画的时候要改一下，因为这两条，你看这两条平行了，一不小心你就弄出一个平行的出来了。好，这里来一组叶子，大概要把画叶子的地方先安排一下。我们刚刚有朋友说用赭石哈，用赭石画叶子，我们可以尝试一下。可以试一下，或者是这个赭石啊、橄榄绿这些都可以调在一起，都可以试一下。也调一点三绿、赭石啊、三绿这些都调在一起，各种颜色都有。然后去调这个墨，然后调墨啊，笔尖上去调这个浓墨。好，这个颜色可以吗，亲爱的家人们？觉得这颜色行不行？
我们先这样吧，先这样看到最后。不好折实是枯叶，这不存在什么枯叶什么的。你看那个，你说要是枯叶，咱们画这个花的都加了墨，叶子完全是绿色，不用加墨的。但是我们画叶子都加了墨，这个画国画不存在啊，不存在说它是枯叶什么的。这主要就是配色，配色觉得配色好看就可以。就你主要看这个颜色协调不协调，好不好看，这个就是才是最重要的。就是不用管它是枯叶还是现实中，不用管它现实中是什么颜色的叶子。好，待会儿可以上面加一点绿色上来，可以加一点三绿上来。好，蘸这个赭石，然后蘸这个墨啊，赭石和墨。这叶子是不是觉得很散呢？我们加点水啊，加点水。中间这里还要填上叶子啊，这里叶子要满，填上一些层次。我现在是用的赭石和墨，赭石和墨画的叶子。好，调点三绿、赭石还有墨一起。
好，就不要让它跟下面这一组，不要让它跟下面这一组平行。你看下面一组我们让它往下，这一组我们就让它平，这样子让它上去了。好，这个嫩叶我们用的是藤黄三绿，藤黄三绿还有这个胭脂啊，藤黄三绿胭脂。好，这个叶子画一些这个重叠的这个层次。好，三绿藤黄，然后笔尖上加这个胭脂，画这个嫩叶。好，这个上面也可以再来一点啊。好，再可以加一些淡淡的叶子的层次进来。密的地方就让它很密。感觉它就是少了一个，这一组就少了一个对比关系。这叶子这样子也很美，是吧？我们加一点，加一点三绿上来，扫一点三绿上来，有一些叶子上扫一点三绿，三绿太少了，再加一点。就我们让它叶子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渐变啊。好，直接用这个厚的三绿，就比如说这个叶子，咱们想要它绿一点，不用每一个叶子都去改啊，不需要，就是有几片，像这些有覆盖的。就底下挨着花的这几片叶子，改一下这个，加一下这个颜色进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让各种颜色的叶子混合。然后这一组的话，感觉它就是把这个枝干先画了，我们再来看整体的啊。先把老枝干先画了，把笔洗一下。好，先画一个老枝干。画完之后整理一下。
好，把笔洗一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里再来一条嫩芽或者是什么的。哎，这里来一条枝干。好，来一条就好了，来一条就好了。然后我们整理一下，可以加一点点这个。好，从这里出来。来，我们加上一组嫩芽，用这个藤黄和这个胭脂。好，这里还可以再来一组。每一个嫩芽大小有一点区别。好，咱们再把花心画上。我们用这个珠标和这个鹅黄和珠标来画花心哦，差点用那个平时那个太浅了，有点浅，因为这个颜色是黄色的，或者是加点曙红也行。我没有找到珠标，我就加这个曙红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鹅黄加的这个曙红。好，咱们点一下花心。这个花心咱们用的是这个，本身是要用这个鹅黄和珠标的，但是这个盘子里刚好有曙红，咱们用鹅黄和曙红调一下，它跟这个珠标的颜色也是差不多的。好，我们点这个花心，还是一组一组的点啊，像点这个小蝌蚪或者豆芽一样的。可以点密的地方，可以点的更密一些，然后偶尔会有一些跳出来的，有疏密关系。点出来这个花心不要太整齐了，齐的地方也可以齐，但是一定要有跳出来的啊。好，我们一般是点这个花心点5组，我们现在点的是第2组，
第二组，这两组的话都是挨着这个花瓣啊，因为这个花有一点侧面，所以这两组它是露出来一半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在这个旁边这里再来点一组。好，这个红色的啊，橘红色的花心，然后我们在上面再加一层这个黄色的，让它更加有层次。好，再来加一层。好，点完之后我们可以再整理一下，就是我们再用一点这个本身调好的这个点花心的这个黄色，这个黄色是这个藤黄加太白，再提亮一点，让这个花心亮出来。因为藤黄的颜色它是比较亮一点，然后我们用这个深色的花心做一个底，然后再用亮色的再提一下，它会显得更加有层次。好，我们就拿这个花心把这个半开的花苞里面也点几颗花心啊，随意的点几颗就可以了。当然还是要有这个疏密关系啊，不要点的太散了。然后咱们这幅作品就基本上这样子完成了，大家也可以一起画起来哟。